练武的人也是，练武的人，如果你的用这个好了，那个新的，不用。哎，你有带那个太极棒或什么吗？或什么短棍什么的？没有哎，没有，只有一张。你有，好，这个好了。就是你拿着匕首，你拿匕首或拿刀或者兵器，你掉地上了，你掉地上了，你要怎么捡？是不是？你不能说敌人在那边，我跑过去蹲下来捡啊，不行啊！你一蹲下来，朝屁股一踹，你就倒了所以是这边在打，我一插步，啪，这一起来，这一拿起来又是一招，就是让你的打斗不间断，或者这个掉地上了，敌人在那边，我在这边一个扫堂腿扑下来，一个扫堂腿，敌人往后跳开，我一个扫堂腿下来，一个扫堂腿啪，就这样过来。所以武人在捡掉下去的兵器、掉下去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动作里面都带着攻防。所以捡或拿这些动作不能是一个单独的动作，晓得吗？比方讲，你这个东西，你一个刀你是插，一个刀你是藏在腰里面或者插在腰上，你不能拔刀是一件事情，拔出来你才劈，你才砍，才攻击防御，这不行。因为你拔刀占一个时间，你这个时间对你来讲只是拔刀，对对方来讲是一个攻击你的机会，所以日本才会有那个拔刀术嘛，是不是？就在拔刀的过程当中，它就有攻防嘛。中国武术也是一样，你不管是拿短刀还是长刀还是什么。你要在那种时候拔出来，我说你闪躲，啪一个扫，你这一定要做出一个先做一个攻防出来。你做一个扫堂，手就到了，然后啪出来，你就出刀，或者一个闪躲，我一个闪躲，身子一拉开，刀就出来了，所以很多，尤其拿短刀，很多他的动作是什么？他的动作都是在转身中，就是不让你看到他有拿兵器，不让你看到他有在拔那个刀。也就是说，当他在我前面，我去拔这个刀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看到了？我们看到很多嘛。当我去拔这个刀，他一上步挡到这个了，你这个刀就出不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不会的，他都是这个在这边，他要打你，上面一条啪，这个一扫，啪，在这边出了，在这里出了，他的出刀一定是背到你出的，不让你看到，或者我这样子拿，他来攻我，像我刚刚讲的，啪，这样出。这样不懂？跟掉地上是一样的。你掉地上捡东西，你不能明目张胆的捡，你不能一掉地上你就慌忙忙的去蹲下去捡，不行，那是最不安全的时候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做这些动作下去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好，一定是正的。我正的下去，我刚才讲嘛，这条腿是活的嘛，我一搭这个下去，我要捡人家不让我捡，他又攻上来了嘛，我这个脚可以活动啊，或者我这个脚可以移呀，我再上来，所以所有的式子都要想到什么？
都要想到后面的变化啊，晓得吗？小姐捡手帕也是一样嘛。一个小姐，你看你要下去捡一个东西，你的姿势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稍微一倾斜，人家要让你难堪，你身边的人或旁边的膝盖把你一顶，把屁股一顶就趴地上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碰到你。所有的恶意都可以说是不小心，可是你出丑了，你就是出丑了，看不懂？这就是江湖套路。所以江湖人很防备这个，很防备这个啊，所以我才说啊，武术里面很多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防备人心的，都是在防备人心，因为江湖人才知道人心险恶，人心险恶啊，随时需要有防备。我们是太平日子过久了，那个警觉心就没有了。警觉心没了，警觉心跟专注力要怎么练？这是一个课题哦。修行人在那边打坐，找山上一个安静的地方闭关，在那边练什么？练专注力，练那个专注力。那样子好练吗？除非你的功夫已经到一个层次了，否则很难，因为静中生动，静中生动。你觉得都安静下来，可是因为都安静下来了，你一坐下来，你里面就生动了，你就很难静。我最近在练钢琴，有一个体会，我以前也体会到，可是这一次的体会更深，就是电视在放一个热门歌曲，或者在放歌曲，而且声音很大，我去练钢琴，你在这种噪音当中，或者那些声音当中，你就特别的能够专心你弹的东西，你才能够特别专心。以前我在做的一个工作，我刚当兵的时候，我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时候啊，有敌人潜伏的话他们要跟主台联络，都是用什么？都是用那个摩尔斯码嘛。你们看到，一直到二次大战以后很久都是敲那个摩尔斯码，所以它要有一个发射机，它有发射机。那发射机呢就会有功率嘛，它会发射信号，发射一个信号。我们就是搜索频段，我们在当班好几个人，每人分给你一段频段，每一个人就在你的频段里面，一个班6个小时，你就在你这个频段里面来回的找什么？找可疑信号。什么叫可疑信号？就是在这个频段里面，有些信号是固定的，比方讲广播电台呀，那个 walkie-talkie 的频率呀，有很多是已知的、合法使用的，很多声音在里面。你要在这种声音之外去找一个你不熟悉的，或者很可疑的。通常这种通讯啊，它的功率不会那么大，所以它的声音会比较小。然后它会刻意的什么？它会刻意的藏在一个大的讯号的旁边。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。在这种
听觉环境里面，你要去注意每一个小的、不明的、可疑的信号，所以你要非常的专注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你才可以练出真正的专注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大的部分是那些噪音，你的注意力被那个噪音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，跟我在那个热门音乐里面、电视的声音里面去弹钢琴一样。你要非常专注，你才能听得到你自己弹下去的那个音，你才能听得到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是很大的，那个的占据的空间是很大的，所以你被它压迫到你自己的这个地方来了，你才能够很仔细、很专注的听到你弹下去的那个音。这时候的专注力跟完全没有声音。完全没有声音的时候是什么？完全没有声音的时候，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，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，所以你的思维、你的听觉的自由度就很大。当自由度一大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专心了。这样能体会吗？所以我说人的很多能力是要在限制中你才能练得出来的。自由越多，你的自由度越大，你越练不出来，因为你的可能性太多了，你的可能性太多。你就由这个可能性跳到那个可能性，再跳到那个可能性，你不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上面，你不会去专门的注意某一个。听不懂？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要练静，你们要练专注，要去找这种环境练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流行的是什么？流行的那个叫做什么？什么舞厅啊？那种对，我年轻的时候很多舞厅啊，都是那都音箱那么大，嘣嘣嘣嘣嘣，我就到那里面去练，知道吗？你到那个里面，你才能练得出来，你才能声音太大了，让我没办法安静。不是的，是你去抵抗那个声音，你就没有办法安静。你不要抵抗那个声音，那个音波从你穿过去，从你的身体透过去，不要抵抗它，你就不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噪音了。所以你要在那个里面，你才能练到静。那个里面你才需要静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练一个东西啊，你要用它的反面来练。我们说动是为什么？动是为练静。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动的是什么腿？动的是这个腿吗？我要这样子，动的是我的左腿嘛，左腿跟我的身体嘛。所以我要练的是什么？我要练的是这个腿的静。我不能什么？我不能这个腿一过来，这个腿也变了，你就里面有动，你没静了，你没有一个静的支点了。所以我在移动这个腿的时候呢，我要维持到这个的静。你要维持到这个小腿的，你要维持到这个静，你必须上面的动。你看到我的胯就好了，到这里就好。你不可以让这个跑到这边来，不可以跑到这边来。
所以当你在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到，你要练的劲是什么？小腿要让它直，你这条腿要近啊。所以你这一步移过来，这个保持到近，下来还是一样，保持到它的近，下来，起来，保持到它的近，这些地方都在动，没有关系。这些动是什么？这些动是要训练这个的劲。听不懂？武术里很多都是这样子，整个式子的动态越大，越要有一个非常近的一个支点，在那个地方。你动得越厉害，就是你要训练那个支点，近的支点，它越稳定。啊，你外面越动，为的是什么？要里面的那个劲。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中国武术在练的时候要去多注意这个。有时候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啊，不一定是这个动作的重点。啊，好，你们再试试看。你好。